今天我们讲授的课程是图中的这款改良镶边中袖旗袍上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款式图，然后这是纸样预览，是一款比较简单的，然后是它的尺寸图。纸样已经拼接并且剪好了，这里一共是可以看一下厚片的纸样。这个是袖片的纸样，这个是右前襟的纸样，这个是大襟贴面的纸样，这是立领的纸样，贴的时候纸样贴的时候用那种普通的透明胶就可以了，这是大襟的前面大襟的纸样 ，OK， 接下来我们就裁布了。好，我们这个布料已经根据纸样的指示剪裁好了，这是小襟右前襟，这是前襟贴片，大襟的贴面，然后注意在那个领口正中的领口就是前中线的地方打一个剪口，那里有个小点，在图上你可以注意到啊，记得打个剪口，因为装领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就是会要把这个贴面和领片夹在中间。然后这个是右前襟，我用的是棉麻，可以稍微，因为天气要热起来了。好，这是大襟，这是袖片，两片，注意，在图上的指示打上剪口，是双剪口，就是两个挨着的剪口的，这是后方后袖衫，单剪口的是前袖衫。是后片，后片就是折叠布料之后，正面朝外，折叠布料之后剪裁是个一片，中间是整整的一片，中间没有接缝的。然后立领的领片，两张，好，都是剪的是一对啊，就是反面对反面剪这么一个下来，然后立领是需要比较软的布料，一般都比较软，还有立领里面一定是要复衬的。那复衬呢，你可以用那种比较厚的那种衬的话，你就按照这个领型，就是立领的纸样剪下来，就是去掉这个缝缝剪下来就可以。那你也可以用比较常见的那种一卷一卷卖的那种复衬，然后直接敷在里面，把边缘裁掉就好了。那种因为比较细嘛，你可以自己补一下就可以了。OK， 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缝纫工作了。一般这个缝纫的顺序呢，就是先把小部件的地方做好。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旗袍上衣当中，第一个就先把袖片上后袖这一条边的这个有一个小的省，要把它缝起来，然后就是给立领复衬这两个工作。那给这个后袖的省先缝起来呢，你要根据那个纸样上已经是画出来的，就是你先把它给纸样上已经画好了，你先把它这个省画出来，然后再把它缝起来。就是总的思路就是要把每一个那个每一个裁片上的小细节先做好，然后再进行裁片之间的缝纫，这是一个大体的思路。那基本上所有做手工的朋友应该也都有这个基本的概念在里面了，不用我多余的再强调。我们
在缝绣片的省的时候，走线上的省的时候，就是注意现在注意一下，就是省头打结，然后一个根据这个剪口，把绳要捏得平整一点，还要注意这个左绣和右绣的区别。不要到时候做了2个一模一样的绣片出来了，因为你如果选用的是正面和里面一样的那种布料，很容易搞混的。这做好一个，看一下啊。之后，做好之后熨烫，把这个绳折给它朝下方熨平就可以。另一个照样做。好，现在肤衬，调节好你的这个，熨烫的温度。那我今天一般来说呢，普通的布料敷单面就行了。但是因为我这个面料是那个棉麻，它比较透、比较软呐、那我想要让立领保持成型，这是这个旗袍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件，所以我就决定2面都敷上。然后注意敷的时候，你就还是要注意前后对称，你不要2面又都敷成一样的，你看要反过来，里面的都敷里面。我把缝缝留出来，不然你进行缝纫的话呢，可能就会太那个太厚了。同样的道理，我那个叫什么？前大襟的贴面，一般也有敷衬也有不敷衬的啦。但是因为我这个料子比较薄的原因，我决定我前面的大襟也要敷衬。压烫啊，压烫。先粗略的把它敷上去，然后压烫、压实，然后待会儿你可以把边缘多出来的，因为我这个是不是按照形状剪的啦，所以会有些多的，到时候把它修剪掉就好了，接起来一点修剪掉。在敷这个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反。这个是前中线的这个剪口，所以说
当然最方便的就是你有一大片那种衬布的话，你把它给那个按照形状剪下来一敷就好了。一般家里面不会准备那么大片的，随时适宜于各种面料的这种布的。OK，差不多。我们接下来讲一下做镶边。那这件旗袍上衣我决定是做镶边。那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要用2厘米的镶边条，所以说加上缝缝的话，那就应该是4厘米。那就是大家要去买现成或者是自己根据自己的面料，那就要裁4厘米宽的这个镶边包边条若干。那这个若干就是看你要用在哪里了。我是要用在立领、袖口和下摆弧形，所以要多少这个你确实要根据那个图那个纸样上面的标注的，纸样上面有标注尺寸的，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大概要多长。然后呢，我们先就是把做衣领的这一块。先做立领吧。立领的话，我最外边边缘镶边，那么就按照这个长度剪下来1条，那么把它两边的缝缝先折烫好，那方便待会儿的缝纫。1厘米的那个缝缝，按照这个两边都烫好，缝纫的时候会更平整一些。烫好了一边了。因为这个纸样它是有弧形边的，所以说一定是要用斜裁的这种贴边那个包边条，不然的话你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就会做不平整。那至于选择什么颜色、什么布料，就要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因为这个 whole point 就是我们自己做自己想要的衣服，对吧？OK， 然后这边是反面，大家可以看一下。OK， 两边缝缝先弄出来。好，下面我们做立领。好，下面我们先把立领定位好，就是立领先敷好衬之后的立领呢，正面相对。那注意就是正中间的剪口位置要打好了包括这个包边条的正中间的位置要打好，然后分开包边条夹在中间。那下面这个里面是下面的这条里面呢是正面向上，
那么包边条就是中线跟它相对，包边条的正面跟下面这个鳞片的正面相对，然后再把上面的鳞片再覆盖上去，等于是把包边条夹在中间呢，也是中线相对对称对齐了，然后用这个用珠针固定，然后固定一圈，但等于翻过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包边条夹在中间，啊。接下来就是把它一圈固定起来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把这个香边条夹在这个2个鳞片的中间了，然后我们也按照缝分线设定的是1厘米，慢慢的一定的慢慢的就是去把它缝一圈啊，这个鳞片一定要小心翼翼的缝。我先是固定了半边，然后另外半边先把这边缝好了，然后再。下面的半片也稍微固定一下。很多人是喜欢那个，直接让缝纫机就是车过这个，车过这个珠针呢。我一直都我不愿意这样，就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时候是不会车上去的，但是因为被那个压脚压过去的话，实际上对压脚也是有损伤的，因为这个是自动感应的悬浮压脚嘛，因为你多了一个金属的东西在那里，它感应不一样，那其实它的这个线的张力啊什么的也都会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就是车在它面前，你把那根针拆掉就好了嘛。转角的地方把它给固定好。很平整。旗袍的特点就是工整，所有的优雅都来源于工整。首先工整了，才能谈得到其他的配色啊什么的美不美。如果你都做不到工整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看一下鳞片的正面，看到没？立领的基本形状出来了。那然后等会儿把它翻过来，再压一圈，沿着这个外面这一圈再压一圈，那整个形状就出来了，整个镶边的形状就出来了。看到没？先要把里面的那个圆角处的剪角打出来，不然不都会塞在一起。打剪口，另一边也照样打剪口。